大家好，我是小徐，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来到我们这租车的地方，然后租一辆车，然后过去，因为来回的话将近800多公里，咱们那个50车肯定是跑不了那么远，所以呢，上一次我把咱们的车也卖了，现在出门特别不方便，50呢只能用来拉货，出门的话就是没有车了，要么我就是借别人的车，要么就是自己租车。你借别人的车的话，你不可能一直借人家的，也不合适，所以我就过来租一辆车。租辆车的话是2天866，然后还有一个出省费，相当于是1066，然后还会退个100，就是966块钱。然后把车租了之后，咱们就出发，请输入。先租吧，租到然后一会儿出发，给大家记录过程。现在车租好了，这边就是验一下，然后准备出发了。然后验一下车，因为是租人家的车，就是人家要检验一下出发的时候是什么情况，然后车回来的时候什么情况。正规租车平台 Hello， 大家应该听说过吧 ？Hello 单车 Hello， 然后是很正规的一个租车平台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切东西，然后准备出发。慢慢的，慢慢。开了一晚上的车，终于到了。给大家看看这些狗狗，这个边牧也怀孕了，不知道是生过了还是怀孕了，好多的奶。然后这是古牧，古牧也是只母的。然后这边是只萨摩，萨摩也是母的，都是母狗，因为它是繁殖犬，所以这些狗狗全部都是母狗。不知道古牧怀孕没？一会儿看看古牧。然后其他的在这边，这边有一只比格，比格胆子特别小，比格没怀孕。然后这边有一只雪纳瑞串串，一只泰迪。雪纳瑞串串应该是狗贩子他在路上见到的流浪狗给抓的。然后那个泰迪的话是只黑色的，胆子比较小，就泰迪一只公的，其余的都是母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只边牧，还在哺乳期呢，孩子也没了，就直接上口头吃了。好了，真是畜生！不知道有没有孩子，是生了还是？生过了，孩子也不在了，就剩下狗妈妈了。最多1个月不到吧。然后就是这个小伙，然后发现的，我让他先帮忙就是救下来，然后我过来接，他关在这里，然后我过来接这些狗狗。然后这个边牧是生过孩子了，然后正在哺乳期，有奶呢。给大家看一下这只古牧，真的长得特别漂亮，然后是繁殖犬，北妹给了狗贩子，特别漂亮的一只古牧。然后收拾真的很干净，然后也很好看。这也是咱们6年以来第一次救的一只古牧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就是收拾干净来领养它。是一只纯种古牧，多好看看。然后这是这只古牧，那只边牧的话有点伤心。好了，然后这是这只边牧，这只边牧的话已经怀过孕了，可能已经生过小狗了，然后被卖到了狗肉车上。现在小狗找不到，也不知道小狗去哪了。它的奶而且很多，而且脖子上还有一个项圈。然后问这个大哥的话，大哥说，他们这边基本都是繁殖犬，繁殖了之后小狗卖掉，大狗就一起卖掉了，所以现在小狗是肯定找不到了，都是一些比较伤心的狗狗，当了妈妈了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。然后这是这只边牧，现在把这只萨摩耶也放出来了，看。
看这只萨摩耶，瘦的比我都瘦。这个萨摩耶也是母狗，可能也是生过孩子的。我怀疑这车狗狗全部都是生过孩子的啊，这个没事，这个没生过。萨摩，萨摩，小萨摩。现在来到了他们当地的宠物医院，现在在他们当地宠物医院配个 B 超，就是检查一下它肚子里面还有没有，所以他就在狗狗身上生了一只，然后一晚上一直没生，所以就做个 B 超看一看。这只狗之前你看还可能做过 B 超，狗车上的，没做 B 超的话，它这个毛不会推的。但是在哪捡的？狗肉车上的，啊？狗肉车，狗肉车上买的。行吧。现在狗狗全部都已经接上了，然后已经出发在回去的路上了，给大家看看，后面放了2只，一只萨摩耶，然后一只就是古牧，然后我闺女在这里睡着，没办法，还有孩子呢。后面一共比较大，后面放了5只，因为你没办法，只能这样放。后面都是小狗，你这么多狗你不这样子放没法搞。然后就是全部拉着回去吧，老死臭了。狗狗在车上拉屎拉尿了，自己一个人做着这么多事情，但是没办法，都是生命，你不救的话，他们死路一条，你只能选择把他们救回去。然后回去之后给他们单独搞一个区域，先把他们隔离起来。古牧，古牧，小古牧，快看看镜头，古牧。而且这一批狗狗都是母狗，救助的话，我还是先用支付宝的借呗，然后借了点钱，先把他们给救了下来。然后完了之后慢慢还吧，先把他们命保住。然后救回去可能没能力做绝育，没能力做绝育我就先隔离着找领养。如果有人喜欢的话就可以领养，然后实在找不出领养了，然后再想办法。这是我目前想的，因为这么多狗狗，一下子确实压力很大，包括车都是租的，为了救狗我把车都给卖了，这都是租人家的车，现在咱们出门很不方便，然后明天车就得还回去。看这只古牧，古牧来了，漂亮吧？这只古牧老漂亮了，漂漂亮亮的。别拆人家车，你拆了人家车我得给人家买车呢。萨摩，我就把萨摩把人家车给拆了。好了，给大家就是记录一下这一次的救狗经历以及过程，谢谢大家。再难，只要遇到生命之前，我肯定还是会选择去救助那条生命，除非说是一点点办法都没有了。